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8号，星期六。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还是想轻松的聊一聊我们最近的生活的一些细节吧，一些内容因为等于我们自己也梳理一下，然后顺便录一个视频我们也是比较简单的人，所以也不想聊一些非常有深度的东西就我们的目标主要还是把生活过好，对吧？这段时间呢，说句实在的，我是挺累的也有网友真的是，最近感觉你都好辛苦呀。对，也有网友就说嘛，说那个怎么你老婆最近都不在我老婆最近她去参加那个语言的培训班因为我们两人之前呢，我们学语言都是拿那个手机就 APP 学的。他们这边呢，其实是有一些那种政府的那种什么免费的那种培训班，对，但那种呢是要在那些大的城市，就会多一点。我们这边呢就没有，我们这儿也有，也有吗？其实对，但是它的名额很少，然后就是一个班的人也特别的多，就这种班一般都有什么7、8个人啊，10多个人啊，然后一周可能就1、2次课，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对，所以那种学校什么我们也没考虑，最后就是还是一个是自学，一个就是要到这种专业的学校去学。那么，因为我现在还是只能基本的跟人沟通交流说实在的就很基本的那种。但是我老婆呢，她已经学到应该来说快要去考 C1的这个级别吧，所以呢，就她觉得这个阶段就靠她自己是不行的，就一定要去学校里面学一学。那么我肯定是支持她因为既然已经就我们在这里了嘛，然后我们也出来了，对吧？那肯定就是要不要在这里扬长避短就是你把这里的优势去掌握那这里学西班牙语就很有环境，然后也对，很有然后就价格也不是很贵嘛。对，价格也不是很贵，所以不管未来怎么样，就现在已经学到这样了，掌握一个语言也没什么不好。对，那万一学了语言，学好了，再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专业，对吧？继续去考个什么硕士怎么考个博士考博士不太现实了，考个硕士吧我觉得还是可能的，对吧？那这个我觉得是，这段时间因为他要去学，然后我就要从早到晚就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没有到晚吧，下午就回来了呀。对对，就从早上到下午，回来也挺晚了呀，其实，就早上，主要回来我也累了，每天。对，那种说起来很简单其实不容易。你想早上起来，就你上学都很早的7、8点，对吧？我就要起来，天还黑着呢，那我就开始要那个给小孩什么烧牛奶烧鸡蛋然后那个买菜然后给小孩烧饭，给我自己烧饭，给你烧饭，还要烧不一样的，对吧？然后小孩要拉屎拉尿还要带他出去玩，还要给他讲故事，跟他讲话，陪他，对，各种各样的事情，反正真的是一堆。就每天晚上，我都盼着就这一天快点过去就真的是挺累的。然后你去上课，我也担心，对吧？你担心啥？担心什么学校里面不知道什么帅哥什么乱七八糟的，对吧？肯定说实话这个担心是比较少的，但有时候会有这么一点点会有这么一点点，因为我们可能就一直在一起嘛，没有对，没有没有怎么分开过对，我们，没怎么分开就我过，们基本每天都在一起的。对对对，之前我们工作也在一起。这段你觉得要不要剪掉，还是留下来？没事儿啊。好吧，反正就是这个也是，我觉得人之常情嘛，对吧？总是会有一点，因为主要听说这边，好像比较开放，是吧？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开玩笑，开玩笑，绝对开玩笑。
其实呢，最主要呢，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在这里了，然后呢，之前也是犹豫着，要不要回去啊，然后跟家里面也是沟通啊什么的。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个小孩，我们肯定就回去了，就一点都不犹豫啊。我们录这些视频其实也是给那个想要移民的朋友或已经移民的朋友看啊，因为告诉大家真实的一些生活的情况。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小孩，我觉得我真的想放弃了，我真的就觉得就是说，回去，反正就想先回去好好的过一段时间，先安逸一段时间。对，是这样，过点安逸的生活，对吧？但是没有办法嘛，对吧？因为你已经就现实是这样啊，那现实是这样，那我们也在这也没有工作，是吧？就因为一些很现实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能回去。就如果回去了，又很烦又很累，然后说实话，你现在就走了，你家里面万一有人跑进来把东西都给偷跑了，你都没办法，对吧？对。然后猫又怎么办，对吧？对，猫又有一堆的手续。对，然后孩子也要一堆的手续，这个也要给他去解决问题。就是你现在如果要回去，就等于是全部是，等于就立刻就所有的都回去了。就你不可能说再来回就这样，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弊端，对吧？而且你回去以后呢，你又过的其实就是，那种生活。对，我觉得应该就是回去刚开始的2个月，你肯定是很开心的，就回到你熟悉的环境，然后这种安逸的生活。但就是从长期来看，你可能又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就是很虚无。我觉得要看啊，说实在的，如果我现在30岁，那我肯定会回去。对，因为我觉得30岁就是说我还能再打拼一下。我40岁我回去我也没什么很好的工作机会。对。自己做生意的话，现在国内的，就是商业环境不好，经济又不好，对吧？你看国内现在物价那么低，那个现在是全世界都在通胀。对。然后中国是通缩，商业机会也很少，可能只有那些什么很高精尖的那些行业，对吧？那也是很卷的。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年龄阶段的问题。那如果说30岁你回去，你再从相对比较基础的再做起来，就人还有机会，对吧？你40岁你去，人家直接一看，哎，你算了，回家吧，回家带孩子吧，别来浪费我们的岗位，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那么你留在这里呢，你就也是会面对很多的难题，对吧？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视频一直说的生活的什么成本，像最近鸡蛋又涨价了。对。鸡蛋你说原来从3欧。对，从几年前的吧，两三年前3欧到年初4.75欧，然后又到现在5.75欧，就它基本就对比起2、3年前涨了1倍了。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也是现实，就你看大家去，不管是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还是我们去那个超市里面看到的，大家买东西，这个莫嘎多那里面打折的东西一上来就被他们抢走了，全部抢空真的全部抢空。其实我也想买2个打折的呀，没有机会啊。我们从来好像买不到打折的。对，没有机会啊，是吧？你除非好像要夜里面，就你要去什么守着啊、蹲着那种。对。但是你说我带个孩子，我跑到孩子都晚上睡觉了，我跑过去那里干嘛呢？是吧？所以就是你在这里，你现实的你自然你生活肯定物质上各方面你就没有那么轻松。我前段时间去那个衣服分，分一下就衬衫。对，衬衫8欧，就分一下，就这里一个口子，一条口子，分一下8欧，对吧？你自己分也可以，但是你自己去买个针买个线也要几欧。然后你自己缝的也没他好呀。对，我自己缝的也没他好。然后那个衣服就是换拉链，换拉链也换掉那个接近40欧，拉链还要自己买。那
我还有个纽扣呢，我都没有叫他给我再订纽扣了，因为我想再去买个纽扣来回又很贵，所以就是你在这里很多物质上啊什么生活，你确实会那个一点的，对吧？但是没有办法，你来也来了，是吧？你只能去面对这个问题啊，你那么累，你也只能去面对啊，包括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他说的是很轻松的，啊，他说什么，你去在这边什么找工作啊什么，我觉得其实你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我们家里面能够没有矛盾，不吵架，然后过得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嘻嘻哈哈的，比较乐观的，然后也没有就是人好像精神状态有什么很难受的，对吧？我觉得就已经不错了。对，我觉得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带孩子有点累，就别的没什么问题。对对对，我们带孩子就是有点累，但是这个也是，其实我对孩子回去啊，什么接受那边的教育啊，什么我其实没有什么觉得不好。他们这边很多老的移民还要把小孩带回去读书，读一段时间才出来，对吧？对，因为他们觉得就是要中国的文化也要学一些，然后西方的文化也要学一些，但是就是在我看来，就是说，主要你现在这个回去这些手续太烦了，然后你回去你还要就是在这里，你现在就未来的你这个读书啊，什么手续啊，你就一路就简单一点，对吧？这个就是我觉得优势啊。然后呢，比如说你去学了一个什么新的专业，那么你未来就是，如果我们又离开了西班牙，我们去别的，只要是欧洲国家吧，那这些专业证书其实它也是有用的，对吧？你说你读个硕士什么，它也是有用的。那万一就是以后你想去工作了，你也能有机会，对吧？也不要求说有什么很好的工作，对吧？你正常的只要是一个，我觉得公司啊或者什么一个普通职员啊，这个也是 OK 的，对吧？你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我就带带孩子吧，然后那个金融方面的东西，包括如果万一就是过2年稍微好一点了，就我们搬走了，我也可以找一个就是离大学近的地方，我也再去学一学，对吧？就学一些东西吧，这个呢就是我现在我脑子里面想的就是未来的一些规划啊，因为在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个时代就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你想很多，想很远，或者说你想回到过去那些非常繁荣的、什么稳定的时代，大家一起，很容易赚钱的时代，我觉得都不可能，对吧？你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对。其实就算你说我们回去躺平了，其实你也是心里面也会焦虑的。我觉得你在这里是身体躺不平，人很累，但是你内心呢，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再去，好像要有点斗志，因为你被逼的，你就会自己会激发一种斗志，你要去学啊，你要去积极啊，对吧？你再回去了呢，你归国内呢，身体你是躺平了啊，你东西什么很便宜，但你内心有点焦虑。你想想看，我觉得我们之前也是那种感觉哦。对，你就觉得你躺平了，是躺平了，但是，买东西也很便宜啊，但是你啊做生意好像商业环境越来越难了，然后该怎么办呢？未来，对吧？万一得了个什么病什么东西的，就是好像心里面也会觉得有担心，我觉得主要是这种。现在其实那些问题，其实你放到现在你就想不到那些问题。对，你就不会去考虑那些问题。对，因为你现在要先解决眼下吃饭的问题，那个你可以说是他妈躺的太闲了，很多人真的太闲了。对，躺的太闲了，想太多了每天。对，我们以前在国内基本上就每天是啊过得非常单一轻松的生活，对吧？但
但是我觉得也不好，因为年纪还很轻，但是人就没有这种向上的动力了。有一点是挺好的，就是你在这里啊，我觉得国外呢，你学东西你会还是有一点动力，因为它是新鲜的。对。啊，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你比如说你让我现在去读个什么考古啊，或者读个什么海洋什么渔业什么的，我也愿意，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很新鲜。我之前还看到这里它有那个叫什么，搞那个船，就是驾驶游艇啊，对的。还有就是什么考个什么这种游艇船长证啊，什么这种驾驶员的证，我本来还想去学的呢，但是因为我的语言不好，所以我就算了，因为他们没有这种英语特别好的这种教学，价格也不是很贵。这些东西你要是在国内考，我不知道有没有，但应该不是特别多的地方有，然后价格应该也不是很便宜的。对。你还有什么想聊的吗？我觉得就是你还是挺好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最近就是带孩子很累嘛，但是你还是很坚持的在就是做这个油管的视频。对，我觉得你也是，就是出了国以后，然后也不说这个油管能赚多少钱吧，就是你有一个这种新的事情，就新的领域，我觉得也是踏出你之前的舒适圈，就你去做这个事情，然后我觉得你也很坚持。对，因为怎么说呢，就其实做油管这东西真的是很难赚到钱的，因为现在做油管的人也很多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油管这个东西我觉得就要看的，对吧？就如果你一门心思你说你做油管要赚钱，那你肯定要做很多违背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对吧？那你可能去做，因为你肯定要迎合群众啊，就迎合这个观众。赛道要选对赛道要选对，对吧？那你这种赛道，你肯定是要选他们喜欢看的赛道去做内容。但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我不想这么做了，因为首先我也到这个年龄了，是吧？我为什么还要去做让我自己觉得不爽的事情？去说一些违心的话呀之类的。对，我肯定只愿意做一件就是我自己高兴的事情。就像其实做移民的内容，或者说做生活的内容也是这样子的。那你说如果我每天说这个移民有多好，移民有多快乐，移民就是来了以后大家都发大财过好日子，或者说猛地吹嘘一番，那肯定看的人就更多一点，对吧？你讲的这个东西讲一些很真实的要面对的情况，面对什么？那人家看了以后，人家不来了，因为人家看了以后本来也不想移民了，还看你这东西干什么？或者说人家看了以后觉得，哎呀，我移民，还是别看这家伙了嘛，看了以后我都有负面情绪了，对吧？但问题是这个就是现实，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也不想就是这样，我情愿就是说做我高兴的内容，对吧？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好，那我也可以去钓鱼。我也可以去摄影，然后我就做点摄影的内容，做点钓鱼的内容，反正我就做我自己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会坚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记录生活这件事情，本质上来讲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就你看我现在讲的东西，我都不动脑子，就基本上我脑子怎么想的，我就对，我觉得你就是对着镜头这种讲话能力还是进步了很多哎。因为我记得就是你刚开始录这个油管视频的时候，就你还是会录好几遍哎。对，那为什么？主要那个时候就是我要考虑，就是我必须要考虑，就是大家想听什么，然后我会很担心，我会很担心说，哎呀，我不要讲了半天，人家万一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行，是吧？我现在我就不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我自己在这里释放我自己想法的地方，对吧？我不会去为了钱啊，或者说别的什么东西去讲违心的东西，或者说不是我心里面想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就是做油管就是这样，做视频也是这样子不然的话我觉得太没意思了。又是因为我过去，你想我就干这个行业的，对吧？只是我自己不是主角，我是拍人家的，是不是？对我整天摄影的，对我整天要告诉镜头前的人你要这样，你要那样跟化妆师说怎么帮他化妆，怎么样那个东西，然后跟服装造型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弄，对吧？或者说以前去拍一些什么
商业专题啊这种那个专题啊，还要跟编辑啊去什么不停探讨啊什么。我觉得那个东西真的就它不是一个直观的从你心里面去表达什么东西的。我觉得你做的内容有没有人看，包括我现在做的内容有没有人看，这个不重要。重要是什么？重要这个表达的过程是我自己去尊重我自己的，因为这个就是我直观想表达的东西，是真实的东西，对吧？如果说，你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拜拜。